你知道入侵世界的外来物种有哪些吗？外来物种入侵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。通过自然入侵、人为引种等方式，在入侵地定居后，这些外来物种便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、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，从而使经济遭受重创。目前，外来入侵物种的新增比例达历史最高水平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。而认识这一群体并采取必要措施，则显得非常重要了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入侵国外的外来物种有哪些。亚洲鲤鱼，原产地亚洲的鲤科鱼类，是美国对青鱼、草鱼、鳙鱼、鲢鱼、鲫鱼及鲤鱼这些鲤形目鲤科鱼类的通称。如今在美国已经泛滥成灾，可以长成重量超过100磅的大鱼。最初引进它是为了清理美国南部鲶鱼池的海藻，由于数量增多，一些鲤鱼流进了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，在这里它们迅速泛滥成灾，而中国成了潜在的进口国，以缓解鱼灾。在我们这里，鲤鱼能够做成美味佳肴，所以美国许多渔民开始捕捞亚洲鲤鱼，经过加工处理后卖往中国。不过博士要说的是，进口可以，请让我们吃得放心。葛根，俗称疯狂的葛根，由于其繁殖过于快，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葛根是第一个被编进外来物种史册的植物。葛根于1876年首次在美国的费城百年博览会上出现，当时专家把它吹捧为一种耐寒、快速增长的地被植物，可帮助抑制水土流失。但之后因为它生长太迅速，长得遍地都是，从而获得一个新的绰号——通吃南部的藤蔓。如今葛根遍布美国各州，甚至蔓延到新泽西州北部。野兔，1859年，一位澳大利亚农场主托马斯·奥斯汀说，兔子的引进不会产生什么危害，既可以家养，又可以放归自然，成为狩猎的对象。于是他将24只灰色兔子放到野外，让它们自然生长。结果到19世纪末，澳大利亚的野兔数量多得惊人，以至于当地的原生动植物都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八哥属于椋鸟科。1890年，纽约市一位名为尤金·施弗林的著名药品制造商，他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。一天，他走到中央公园，放飞了60只从外地买来的欧洲八哥。第二年，他又放飞了40只八哥，因为八哥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提到的鸟，他想让美国人也能看到这种鸟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但事与愿违，八哥繁殖得太快，导致天空中黑压压一片，非常嘈杂，居民们被吵得烦躁不安，而且对飞行安全造成很大隐患。甘蔗蟾蜍又叫巨型海蟾蜍，原产南美，是澳大利亚生态环境的头号大患之一。它们超强的生命力不但像瘟疫般蔓延整个北部，甚至严重威胁原生物种的生存数量。甘蔗蟾蜍的引进开始是为了控制野兔的疯长，后来又被放进昆士兰甘蔗种植园以控制虫害。到1937年，超过6万只年幼蟾蜍被用于捕食昆虫，但甘蔗园无法将它们圈住，它们经常跑出来伤害其他动物和植物。甘蔗蟾蜍能够从皮肤中排泄一种很强的毒素，杀死任何一种接近它们的动物。灰松鼠又叫东灰松鼠，原产美国，繁殖超强的灰松鼠困扰着英国，导致本土的红松鼠大量减少。英国法律，民众可采取一切手段对灰松鼠进行捕杀，甚至蒸煮吃了它们。查尔斯王子也呼吁消灭灰松鼠刻不容缓。据悉，灰松鼠身上会释放致命的疱疹病毒，伤害到与之接触的动植物。非洲蜂又称杀人蜂，被认为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物种。这是一次实验的产物，本来是为了同本地蜂杂交，从而提高蜂蜜产量，没想到蜜蜂因事故逃逸，从此以每年483千米的速率向北蔓延，并于20世纪末通过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边界首次到达美国。当这种蜂群或其蜂巢受到干扰时，它们会勇猛地进行防卫，杀人蜂由此得名。老鼠，据统计，老鼠已经入侵了世界上90%的岛屿，并造成了岛上超过60%的鸟类和爬行动物的灭绝。最著名的鼠岛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岛。1780年，挪威的大量老鼠从一艘失事的日本船上窜出，跑到一个岛上。很快，由于岛上没有树林，海鸟的数量急剧下降，于是这里变成了老鼠的乐园。中华绒螯蟹，绒螯蟹当初入侵到德国，直接造成了德国近8000万欧元的损失。德国人觉得这东西食腐太恶心，难以下咽。可是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境遇却十分惨，各种大闸蟹简直不要太美味。英国小龙虾，据网上新闻说，英国最近有一座250年高龄的大坝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被小龙虾掏空。
小龙虾很喜爱潮湿阴暗的地方，经常举着2只大钳子到处给自己挖居所。为此，当地部门投入了1900万英镑来进行维护，收效甚微。如今小龙虾在英国泛滥成灾，英国网友求道：“你们去中国吧！”而在中国，小龙虾虽然也是外来物种，但是已经成为中国吃货餐桌上的一道美食。世界外来物种很多已经泛滥成灾，而大吃国的吃货们却总在为其他国家的入侵物操碎了心。许多入侵物种都让中国吃货直流口水，却又望洋兴叹，如德国大闸蟹、澳洲野兔、美国亚洲鲤鱼、苏格兰小龙虾等。这一道美食在外国却成了灾难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于是，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，只要一提及国外生物入侵的惨状，底下评论区的画风基本都是这样的：说吧，想吃到几级保护，来中国保证断子绝孙，把中国吃货运到美国等等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玩笑话。严肃的讲，这其中多少是能吃的，或者咱们愿意吃的，更是屈指可数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外来入侵物种中绝大多数是昆虫，美国白鹅、红火蚁、松鼠线虫等，食用价值几乎为零。不是要说的是，自然进化需要遵循自然规律，不要随意丢弃外来物种。生物入侵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，而有些物种不是靠吃就能解决的。那么视频最后可以告诉博士，你们身边还遇到了哪些入侵物种？咱们一起将它科学消灭。